若有眼，神明若有灵。我被母国遗弃，受庸国权贵践踏。今夜兄长又派杀手围堵破庙，原来是不生帝王家。苍天若有眼，神明若有灵。我被母国遗弃，受庸国权贵践踏。今夜兄长又派杀手围堵破庙，我已在此结好白绫，这便自我了断。NPC 文案写的真绝，动不动就上吊，你以为你是崇祯啊？蠢货，欲戴王冠，必先自污。隐忍，结交世间九流，建立情报网，蛰伏3年。你要烂得连路边的狗看了都摇头。天道真的回应我了，神明没有放弃我。最后一个难题了，3000老弱残兵阻击5万精锐铁骑，这数值平衡是用脚趾头做的吗？在绝对战术代差面前刚正面，脑子呢？大纵深骑兵迂回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发送。只恨满腔兵法无处报效，打不过还能跑？我的浏览器搜索记录还没清。太子殿下，你醒醒啊！这什么情况？洗手送饭还给换衣服？殿下，您终于喘气了，快拿着降表上城墙吧！10万铁精兵临城下，您快拿着它上城墙投降吧！让我一个人去面对10万杀红了眼的敌军，为了10万百姓性命，只能委屈殿下了。我不去，要降你降。我看你膝盖软骨发育的挺好。殿下，这可由不得您了。请太子登城墙。我操！强卖啊！放我下来！你们这群 NPC 懂不懂尊重玩家体验？殿下，快跪下，对着那位谢京寒将军念降表。你说他叫什么？谢京寒啊，大圣战神，您别墨迹了。京寒是吧？5万精锐打3000老弱，脑子呢？殿下，您笑什么？是不是疯了？赵丞相，把你的破降表拿开。城下那个骑黑马的主帅说你呢，别看了。你那左翼轻骑兵防线拉得跟兰州拉面似的，足3里破绽。想玩大纵深骑兵迂回战，抛弃辎重不打阵地战的前提忘了？16字方针背全了吗？你是不是把未获兵法摘要当厕纸用了啊？你，将军，下令攻城吧，把那个狂妄的太子剁了！闭嘴，全体都有，停止进军，后退一箭之地。完了，全完了！太子殿下，您这是造了什么孽呀？您不仅出言折辱他，您还敢对他的排兵布阵大放厥词。您看看，谢将军都被您气得魔怔了，连长枪都拿不稳了呀！您这是在活阎王的头上动土！今日这皇都满城老弱，连条看门的黄狗都得被您连累的手机落地呀！闭上你的乌鸦嘴！大纵深骑兵迂回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是他，是他，绝对是他！
那个将我拉出深渊的天道导师关奇克。大帅，您怎么了？大帅，您的兵刃，末将这就替您拾起。城桥上那个不知死活的敌国庶子竟敢辱您，待末将一箭射穿他的头颅，替大帅雪耻。尔敢！大帅，您打末将作甚？传我将令，全军听令，即刻收起兵刃。没有本将的军令，谁敢让城墙上飘过去一根箭雨，本将就剥了他的皮，把他剁了喂狗。这是什么古怪的兵法？大宋的虎狼之师要徒手攀城吗？还是说他们觉得咱们大雍的城墙用头颅便能撞开？这 NPC 的 AI 执行力不错嘛，还算没白瞎我当年熬夜敲键盘掉的那些头发。学生谢金寒，生性愚钝，未能参透先生未获兵法之万一，布阵粗鄙泄露，污了先生的眼。不知先生在此，金寒险些冲撞了圣驾，酿成百死莫赎之大错。金寒在此，叩迎关奇克先生，愿为先生牵马坠镫，执鞭坠正，纵粉身碎骨，亦不悔也。我是谁？我在哪儿？咱们不是奉了陛下之命来灭大雍的吗？为何咱们天下无敌的主帅，竟唤对面的亡国太子为先生？咱们是不是走错地界，打错国都了？殿下，你这究竟是何方神圣显灵了？结巴就少说话，容易咬着舌头。行了，别搁下面跪着了，冻土硬得跟石头一样，别把你那半月板给跪坏了。你那个雁行阵的破绽太低级了，一会儿自己写个3000字的复盘报告交给我。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到城外3里地安营扎寨，没有我的命令，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进皇都。半月板是何物？想必是先生怜惜我息骨受寒的仙家医道切口。那这复盘2字，复乃反复之意，盘乃推演沙盘之意。先生这是在命我将今日战局反复推演，呈交反思请罪的折子。当年那几页纸的残卷就让我封神，如今先生要亲自教导我，谢经寒日后还不打把全天下的名将都按在地上摩擦？学生愚钝，定当挑灯夜战，将今日布阵之妙无详尽写就，呈递先生预览，字数绝不敢少于3000之数。尔等皆聋了不成？先生法旨没听见吗？全军听令，后撤3里，安营扎寨。今日起，大圣北境铁骑即刻改设为大雍、东宫亲卫营，没有太子殿下的手令，谁敢踏入皇都半步，杀无赦！赵丞相，我刚才好像听你说，要让我拿着降表去城外受辱。殿下饶命，开恩啊！老臣是被猪油蒙了心，老臣也是为了保全皇都百姓的性命啊！老臣对殿下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啊！忠心耿耿，我这人有个毛病，听不得噪音，看不得脏东西。小谢啊，还没走远吧？先生有何法旨？莫说驱使，便是让京寒此刻去取了皇帝的首级，京寒也绝不迟疑半步。我刚才在这个什么赵丞相面前受了点惊吓，我这人心脏不太好，见不得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你派几个得力的人上来，帮我把皇宫里里外外好好打扫一遍，懂我的意思吗？先生放心，敢让先生受惊，学生必让他们9族尽诛。这就是大雍的文臣，若在平时，这种货色，学生的玄铁枪亦将能挑一串。行了，别整天打打杀杀，咱们是文化人，要懂礼貌。先生教训的是，学生莽撞了。小谢啊，刚才在城头我让你写的那个复盘报告，你可有眉目了？回先生，学生自退兵起，一刻也不敢耽搁。先生，字数学生数过了，统共3211字，绝无敷衍。态度还算端正，不过这里边的思想还是有些僵化。
你一味追求铁骑的冲杀速度，却忽略了后勤辎重的协同。先生字字珠玑，学生回去便将此话抄录百遍，刻在主帅大营的屏风上。倒也不用这么劳民伤财。小谢，如今你带兵围了皇都，回先生，若依原本的计划，大圣兵锋所指，当在3日内攻破皇都，血洗大雍残庭。但如今，既然先生便是大雍太子，那这天下便是先生的天下。学生和身后的10万大圣铁骑，即刻起便是先生手中的刀锋。哪怕先生要攻打大圣母家，京寒也绝不皱眉。起来吧，别动不动就跪。本宫嫌低头看你累得慌，攻打大圣就不必了。既然大雍的老皇帝嫌着江山太烫手，那本宫就勉为其难，重新收拾收拾。小谢，你带来的这10万人，今天起就别叫大圣军队了，请先生赐名，就叫东宫第1特别行政卫队吧。对外就宣称大雍太子用绝世神兵将你制服。学生明白。对外便说先生有仙人手段，一招便破了学生的10万大军，你开心就好。殿下，殿下不好了！南方急报，陛下下达了清君侧的诏书，痛斥您勾结外敌。如今30万大军浩浩荡荡朝皇都杀过来了。30万大军，小谢，这30万人给你那3000字复盘当实验素材，如何？先生放心，学生正愁那3000字的复盘不够详尽。30万大军啊！老头子跑路的速度比兔子还快，调兵来打亲儿子的速度倒是赶得上顺风速运了。殿下，您还有心思玩笑啊？南方3大藩镇，那可都是当年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悍将，咱们还是快逃吧！逃？往哪儿逃？跟着老皇帝去南方，然后被他当成通敌卖国的典型，挂在城墙上示众。可城外只有10万大圣军队，1打3，这1打3，在先生的大纵深兵法面前，人数不过是乱葬岗上的草芥。休说是30万没见过世面的南方部族，便是30万精锐，本将也能让战马把他们踩成肉泥。先生，学生的特别行政卫队已经原地休整完毕，南方叛军辎重拉了足足50里长，这在先生当年的书信里，正属于肥美带走之屯。学生请战，率轻骑3000，连夜奔袭其后方粮道，定叫他们兵马未动，肚皮先穿。小谢啊，兵法学得不错，但这回不能这么打。请先生赐教。你带的是大圣的兵，现在去把南方联军截杀了，全天下都会觉得本宫是真真切切的卖国贼。杀人是最下等的手段，我要的是让他们自己崩溃，顺便把大雍这几10年来烂到根子里的门阀世家连根拔起。自己崩溃？这就需要用到本宫当年本宫昨夜做梦，神明托梦赐予的另一套无上心法——阶级斗争与心理战内循环大纲。少相，你过来。殿下，这上面写的是何妙计？第1步，舆论战。何意味？南方3大藩镇的30万大军里，有25万都是刚放下锄头，被世家门阀强征上战场的底层农夫吧？正是，大雍军制，战时抓丁，百姓苦不堪言。很好，本宫这就拟定一份告大雍南方同胞书，你让城里的抄书师傅连夜给本宫抄个1万份，让小谢的轻骑兵带上这些传单，每天夜里往南方联军的营帐里射。凡大雍子民，即日起免除所有人头税，按田产多寡纳税，家中无田者，朝廷分发荒地。殿下，这诏书要是发出去，南方那些门阀家主怕是要生吞了您。他们生不生吞我不知道，但那30万军听到这个消息，怕是连夜就得把自家长官的脑袋剁了，回家等朝廷分田。小谢，懂了吗？这叫兵不血刃。先生，真乃神人也。学生这便去安排神射手，今夜便将先生的仙家法旨送入敌营。去吧，顺便让你的手下在城外多设几个施粥的点。30万大军，哼，在现代互联网的内容运营和红利补贴面前，你们连个基础盘都算不上。
这上面写的是啥？大庸官府又发催命符了？二狗，你倒是说呀！上面是不是说要诛咱们九族？不是，上面说大庸太子殿下有令，凡今夜放下兵刃去皇都投奔的，不仅死罪不究，而且即日起免除全家的人头税，改按田地产量收税。家里没田的，东宫给分发荒地3亩，还给发1袋赈灾大米，2块咸肉。二狗，免人头税，还分田，你莫不是瞧花眼了？关老爷不喝咱们的血就不错了，还能给咱们分田发肉，上面盖着大庸太子的白玉大印呢，我认得这大印。太子还说了，南方世家门阀欺君罔上，强征百姓，凡是能带上一杆长枪去皇都登记的，长枪折算银钱50文。我的娘哎！去当俘虏不仅不丢命，还能拿50文赏钱，顺便领2块咸肉。大庸东宫亲卫营在此，领咸肉和登记田产的往左边排，带了长枪要换50文钱的往右边排。不要挤，人人有份，先到先得。谁要是敢闹事儿，扣发咸肉1块。这就投降了？老臣活了60年，从未见过带着锅碗瓢盆排着队来向敌人领肉的30万大军啊！赵相，你落伍了，这不叫投降，这叫精准营销加定向挖甲。你把他们的痛点掐死了，他们连夜都能把自家长官的底裤偷出来当投名状。谢大帅，俺们是南方3大藩镇的千户，俺们瞧见太子殿下的告示了，俺们把那3个准备负隅顽抗，非要带着兄弟们来皇都送死的节度使的脑袋给您带来了，都在这麻袋里倒腾着呢。谢大帅，您看看，这能给俺们兄弟折算多少块咸肉，能免去俺们在老家的几口人头税啊？3日前，我谢经函还想着要带兵给血战，而先生随手写的传单就颠覆了南方世家精心筹划的30万人马，甚至连对方统帅的脑袋都送到了城下。恐怖，简直是令人头皮发麻的恐怖。先生神算，兵不血刃而平天下之乱，真乃天仙下凡也。草民等叩谢太子殿下天恩，愿为殿下受死。行了行了，别喊了，我就是恰好想到了这一点，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先生，现在我要回大圣给陛下请罪，哪怕陛下砍了我，我也死而无憾了。能在死之前见到先生真容，经函永生难忘。你去吧，他不会杀了你的，他不是你们看到的暴君。其实吧，不说了，你快去吧。谢经函退兵了。朕给了谢经函10万北境铁骑，命他南下连破大庸数道防线，直取大庸皇都，10日覆灭大庸。这是他出征前跪在朕面前立下的军令状。可现在呢？战报上说，他打到了大庸城下，不仅一箭未发，甚至还将朕的10万镇北军改了番号，叫什么东宫第1卫队，去给大庸那个只知啼哭的末代太子当起镇守宫门的看家犬。陛下息怒。陛下，谢大将军出身微寒，生性粗鄙，只懂得舞刀弄枪，不懂圣义也是有的。但他跟随陛下征战多年，断然不敢生出欺君叛国之心。以臣之愚见，或许是谢将军被那太子蛊惑，不若等谢将军殿前自辩，听听他这将死之言，再判个车裂之刑不迟。林相，少在朕面前卖弄你这套舌剑唇枪。谢经函通敌确凿，朕已经派了神策军去锁他，
今日他若给不出一让朕心服的交代，朕就亲自剁了他的脑袋，拿去祭天。镇北将军谢金寒殿前请罪。臣谢金寒叩见陛下。谢金寒，你还有脸回来？陛下，陛下，臣有罪，臣未能替大圣开疆拓土，辜负了陛下的信任，但臣百死不悔。不悔？你真当朕的刀不利？说，那大庸的废物太子究竟施了什么妖法？因为那大庸太子苏锦渊，便是当年赐下天书的毕生恩师。你放肆！谢金寒，你为了脱罪，竟然敢编造如此欺天之大谎！关奇克先生乃是9天之上的神明仙人，是算无一策的天道显化。3年前，朕在破庙之中。总之，先生的谋略高深莫测，犹如沧海。大庸那个懦弱无能，连见血都会昏厥的草包太子，怎么可能是先生？陛下，臣若有半句虚言，甘愿受万箭穿心之刑。臣在皇都城下摆出了我大圣最精妙的雁行阵，可大庸太子登城一望，不仅一口叫出了臣的名讳，更是当着两军的面，一语道破了臣那阵法之中的致命死穴。最重要的是，先生亲口训斥臣，问臣是不是把那份兵法摘要当了废纸，还逼着臣写了一份古怪至极的什么报告。那些兵家仙语，除了先生谁能知晓？兵法摘要。谢大将军，此言当真？先生当真生在大庸？千真万确。推演纪要，先生居然真的在大庸。该死的谢金寒！陛下，臣句句属实啊。朕踢的就是你这不知好歹的莽夫！你这个见风使舵的粗胚氏，见了先生不第一时间加急通知朕，还厚颜无耻的让先生亲自给你审阅推演纪要，你配吗？你那狗爬一样的字，难道不会脏了先生的圣眼？陛下此言差矣，先生在城墙上可是亲口唤臣为小谢，此等亲昵之称，足见先生对臣兵法之器重。小谢，放肆！先生那是怜悯你愚笨。朕当年收到的神谕足有3000余字，朕才是先生倾注心血最多的真传首徒。1234223换个姿势，再来一次。不行了，这什么破身体，做个第8套广播体操都能喘成狗。这几天我算是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智商满血，体质奋致负数。原主这个大庸太子从小被当成金丝雀养在深宫，不仅胆子小，连最基础的体能都没有，跑个50米能头晕，拎桶水会手脱臼，妥妥的一个极品脆皮。殿下，您这是在练什么延寿的功法？延不延寿不知道，再不练我怕是哪天走夜路都能被风吹死。对了，城外大圣的那10万大军现在是谁在代管？小谢回大圣去给他们皇帝汇报思想工作，走几天了？回殿下，谢大将军已经回去足足5日了。大将军临走前将城外的10万兵马交给了副将统领，说是要回国替殿下扫平一些绊脚石。如今这皇宫内院的防务全靠咱们大庸的御卫军接管着呢。谢金寒不在，而且皇宫的防卫交还给了大庸那些连抓个贼都会平地摔跤的废物御林军。南方那些10家门阀30万大军毁于一旦，领头的3大节度使连脑袋都被属下砍了。这种倾家荡产、灭门在即的绝望，绝对会催生出最极端、最不计后果的报复。既然正面战场打不赢，大军又驻扎在城外50里，不能随便入城，那这帮门阀绝路之下会干什么？行动！来了，看来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脆皮法师，终究还是被刺客近身了。太快了！南方世家出了1000万两白银，买太子殿下的项上人头，殿下得罪了。1000万两白银，那帮南方的老狗莫不是把本座当成了叫花子？区区1000万两，
也敢买这颗天下最尊贵的人头？楼主怎会亲自大驾光临？这等亡国太子的草芥性命，属下等代劳便是。这不是天下第一刺客组织玄一楼楼主叶无度，传说中那个走火入魔、杀人不眨眼，连大圣暴君都不愿意轻易招惹的江湖活阎王。本座为何亲自来？那是因为本座要把这颗生着七窍玲珑心的头颅亲手割下来，用极品的药水浸泡，做成一个完美的酒盏，然后将它供奉在神台之上，日夜叩拜，只求能再听一次那位神明恩师的教诲。我想起来了，当年在直播间的私信里，有一个走火入魔、满门被灭，字里行间全是要毁天灭地的复仇孤客。我当时为了纠正这个中二病，顺手给他默写了一套现代谍报网管理手册，并痛骂了他一顿，教他怎么用情报掌控天下规则，而不是像个屠夫一样去乱砍人。结果这小子是把天下第一的情报暗杀网建起来了，但这中二病不仅没治好，反而病入膏肓了，还想把自己的脑袋砍下来当酒杯去供奉自己，这是什么地狱级阴间粉丝啊！你就是玄一楼的楼主？正是本座。太子殿下，黄泉路冷，本座的刀很快，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快你个头啊！这就是你建的玄一楼，这就是你带出来的杀手。我当年在信里是怎么教你的？高级的复仇是掌控规则、情报、隐蔽、单线联系。你看看你手下这几块料，夜间潜入暗杀，居然穿一身在灯下反光的黑色丝绸，你们当这是在戏台唱武生呢？鞋底连个消音的软木都不垫，踩在地砖上嘎吱作响，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来了。还有你，身为一个情报头子，出场自带反派狂笑，下雨天连把伞都不打，把自己淋成落汤鸡，显得你很酷是不是？我是不是白给你默写那本谍报网管理手册了？全被你拿去垫桌屌了吗？当年我走火入魔，在死人堆里绝望地向天道祈求，天道降下一封神书，信里的第一句话就是低级的复仇是杀人，高级的复仇是掌控规则。你这蠢货，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你还能想起来我，真是我的荣幸。来，不是要把我的脑袋割下来当酒盏去供奉我吗？动手啊！顺便在你的功劳簿上记一笔，玄一楼楼主誓师正道，真是好大的威风啊！敢伤先生玉体，你们这群瞎了狗眼的废物，万死难赎！先生，本座罪该万死。不，学生有眼无珠，竟险些冒犯了恩师，这是天下最好的生鸡膏。求先生让学生为您敷药。学生发誓，从今往后，玄一楼便是先生脚边最忠诚的恶犬。还好我反应快，不然今天真得交代在这儿了。行了，别搁这表忠心了，把药放下，我自己来。你去帮我办件事，南方那些出钱买我命的世家，你既然收了他们的钱，学生明白。学生这就传下血杀令，不出3日，南方所有出过银子的世家门阀，鸡犬不留，九族尽灭。他们的生死状将是学生献给先生的赔罪之账。给我回来！全杀光了，谁来带动南方的商业？去，用你的情报网把他们藏在地窖里的金银财宝全给我挖出来，1文钱都不许少，全都运到东宫来。敢私藏1两银子，你这个楼主就别干了，滚回去抄特工手册100遍。学生遵旨，定将世家财富尽归先生私库。听起来跟抄家差不多嘛。驾！给朕快些，再快些！陛下，将士们已经疲惫不堪，战马也口吐白沫了。若以此等狼狈之姿去面见先生，满身臭汗，衣冠不整，岂不是污了先生的圣颜？微臣以为，应当就地休整，沐浴更衣，熏上龙涎香，方显我等对先生的敬重。谁说的？林彦慈，你少在朕们面前装什么清高雅致，你就是自己骑不动了。先生当年教朕隐忍夺权，教朕的是帝王铁血，岂会在意什么龙涎香？陛下此言差矣。先生当年赐微臣的一条鞭法，乃是经世致用的治国大道。微臣此番南下，身后的辎重车里
装满了为先生搜罗的极品金骏眉、江南的织锦以及10万两黄金的束修之礼。微臣这是要让先生知晓，微臣不仅能替先生谋算天下，还能让先生过上这世间最安尊处优的日子。岂似陛下只知道空着手去先生面前喊打喊杀？你这酸腐文人，竟敢嘲讽朕！行了行了，二位贵人都省省力气吧。谢金寒，你笑什么？臣不敢笑，臣只是觉得，陛下与丞相这般争执，属实是没有必要。先生乃是9天之上的神明，岂会在意什么熏香和黄金？想那日在皇都城下狂风大作，先生居高临下，一眼便看穿了臣那军阵中的破绽。诸位可知，先生开口唤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先生唤臣小谢，先生唤我小谢呀。小谢二字，听起来虽然随意，但在这些将天书视若神明的人耳中，那便是先生对门生最极致的亲昵与认可。这就好比95之尊唤一声爱卿，甚至比那还要高出无数个境界。先生见臣布阵有误，不仅没有降罪，反而念在臣昔日苦修的份上，亲口给臣布置了课业。谢金寒，你这匹夫何德何能？朕乃真龙天子，朕当年收到的神谕足足有3000字，先生为何要让你写推演纪要？你那狗爬一般的字迹，若是误了先生的眼睛，朕诛你9族！陛下此言差矣。先生布置的课业，臣便是把手指头磨破了，也得写得工工整整。这可是先生对臣兵法之道的指点。陛下乃是天子，自然不懂我们这些做弟子的苦心。谢大将军，你且仔细说说，先生唤你小谢时是何等语气？是严厉，是叹息，还是带着几分笑意？丞相问这个作甚？微臣只是想揣摩先生的心意，以便日后更好的侍奉。你这等只知厮杀的武夫，若是误解了先生的仙音，岂不是坏了大事？丞相放心，臣听得真真切切。先生当时站在城头，语气中透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严厉，但最后那一声小谢，分明是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与纵容。这就好比老父亲看着自家不争气的儿子。放肆！先生那是何等圣洁之姿，岂是你这莽夫能高攀的？你这粗鄙之人，也配给先生当儿子？朕要是先生的弟子，那也得是首徒，是大弟子。陛下，大弟子之位，当以才学论处，而非出身。微臣蒙先生传授经济治国之道，为大圣充盈国库，方是继承先生衣钵的最佳人选。都给朕闭嘴！神策军听令，丢掉所有辎重。林燕祠那些破铜烂铁、丝绸茶叶，全给朕扔在路边。所有人只带干粮和水，给朕轻装简从，全速奔袭。陛下，万万不可啊！那是进献给先生的束修之礼啊！若是扔了，微臣拿什么去孝敬先生？孝敬个屁！先生在乎你那点碎银子吗？朕今日就算是把战马跑死，就算是2条腿跑断，也必须在2日之内赶到大雍皇都。朕要当面问问先生，朕到底算不算他的开山大弟子？有辱斯文啊！你们2个蛮夷匹夫，等等微臣！大弟子之位，微臣绝不拱手相让。开城门！大圣皇帝凌霄渊在此，挡阵者诛9族。先生，学生凌霄渊叩见。叶无度，你这阴沟里的疯狗，竟敢带人杀到先生的寝宫门外！先生若有半点闪失，朕今日便将你碎尸万段！叶无度这个疯子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接了刺杀先生的买卖？闭嘴！大圣皇帝，你的嗓门太大了，若是吵醒了先生歇息，本座便宰了你！找死！你这等草芥也敢直呼先生？快给朕滚开！朕要面见恩师。恩师，
你们口口声声唤着恩师，可昨夜南方世家的死士潜入东宫，锋刃都递到了先生的颈侧时，你们这群废物又在哪里？先生遇刺了，甚至锋刃都递到了颈侧。是本座亲手捏碎了那些刺客的喉骨。先生不仅没有怪罪本座满手血腥，反而亲自赐下了伤药，命本座接管着东宫的守卫。本座如今是先生座前最锋利的刀，是最忠诚的守门之犬，而你们远在千里之外，连先生御险都护驾不及，还有什么颜面在这里吟吟狂吠？什么？我日思夜想的恩师，居然被这个满手血腥的疯子刺客给救了，甚至先生还亲自给他赐药，让他当了贴身保镖。难道我这个开山大弟子的名分，难道要被一条疯狗给抢了？叶无度，这不知廉耻的疯狗，竟敢趁虚而入，在先生面前邀宠，区几个杀手，若朕在，弹指可灭。朕今日非活劈了你，拿你的脑袋去向先生请罪。陛下且慢，叶楼主不过是个草莽刺客，见不得光的脏东西，碰巧遇上了几个毛贼罢了。先生那是何等圣洁之资，岂能让你这等浑身煞气之人长期伴驾？你这等沙胚留在先生身边，只会污了先生的眼，还不快快退下，让微臣进去伺候先生洗漱。酸腐书生，你再说一遍，本座先宰了你！你敢？先生的门下，也是你这等江湖草帽能高攀的。在他们面前，我这3000字的推演作业，在这场史诗级的争宠修罗场里，好像有点拿不出手了。这帮人为了在先生面前争个宠，简直是把脸都不要了。大清早的，全聚在门口耗丧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原来这就是活生生的转世人间的关奇克先生。先生，您流血了。学生凌霄渊救驾来迟，让先生受惊，学生万死莫赎，求先生重罚。这就是那个据说把亲哥哥抽筋的大圣皇帝，怎么跟个被抢了棒棒糖的巨婴一样？行了行了，一点皮外伤，哭什么丧？我还没死呢。先生，陛下身为天下之主，却让先生身处险境，实乃大过。微臣就不一样了，微臣在城外备下了10万两黄金，江南丝绸极品贡茶，只求先生能移步微臣的府邸，微臣定当结草衔环，日夜伺候先生。林彦慈，你放屁！朕要把大圣的皇宫腾出来给先生住，先生您跟我回大圣吧。两位莫吵了，一群废物！先生的安危，唯有本座的玄衣楼能护得周全。你们这些俗人懂什么？都给我闭嘴！既然你们人都到齐了，也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你们不是都想争个大弟子的名分吗？行，本宫给你们一个机会。南方那些出钱买我命的世家，以及大庸那些骑在百姓头上拉屎的腐朽门阀，3日内，我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他们的金库、粮仓、私兵，全部给我一毛不落的收缴充公，把这大庸的江山给本宫清洗得干干净净。谁办得最漂亮，谁就是这东宫里的首席门生。若是办砸了，你们哪儿来的，就给我滚回哪儿去。学生谨遵恩师法旨，必将这天下为先生清扫干净。3天的考核期已过，南方的世家门阀昨夜已经彻底除名，你们交上来的答卷，本宫也都一一过目了。经过本宫的综合评定，这东宫的门生牌位今日便正式定下。开山大弟子，也就是你们的大师兄谢京寒。学生谢京寒叩谢恩师天恩。我赢了，我一个舞刀弄枪的粗人，竟然真的成了先生的首徒。等等，先生，这不公平！先生，谢京寒不过是一介武夫，这3日是朕亲自率领神策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踏平了南方3大家族的私兵大营。朕为先生冲锋陷阵，为何首徒之位竟落在这莽夫头上？
你问为什么？这是小谢交上来的大纵深迂回战阵推演纪要，足足3500字，还结合了镇压南方私兵的实战经验，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你呢？你除了带人去拆房子、砸场子，你还会干什么？打仗不用脑子，报告也不写。我让你清扫，你差点把南方的良田都给烧了，没让你滚回去就不错了，还敢在这儿叫屈！我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输在了一份手写的课业报告上。先生息怒，陛下生性鲁莽，不通文墨也是常理。微臣这3日不费一兵一卒，以商战之法掏空了南方世家所有的底蕴。这堆积如山的财富，良田万顷的地契，皆是微臣为先生打理的江山基石。微臣敢问先生，这大弟子之位是否该落于微臣之手？你做的确实不错，账目清晰，手段狠辣，所以本宫封你为老二，也就是二弟子。老二？我居然是老二？我一个运筹帷幄、算无一策的天下第一聪明人，怎么就成老二了？先生，微臣绝对不服，微臣替先生管着这天下的钱粮命脉，凭何屈居于谢金寒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武夫之下？那谁让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小谢呢？你就是时运不济呀，老二。原来老二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时运不济。谢金寒，你给我等着！行了，都别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老二负责掌管财政，这职位也不算辱没了你。至于你凌霄渊，你就排在老3吧，念在你冲锋陷阵还算卖力气的份上，本宫私人给你颁发一个东宫头号打手的荣誉称号。老3？这怎么可能？我可是大圣的皇帝，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如今我的臣子谢金寒成了大师兄，我的丞相林彦思成了二师兄，而我这个95之尊居然成了3师弟。怎么，委屈你了？你要是不愿意，这老3的位置有的是人想坐，你回头看看，后面排的还有人呢。学生愿意，学生1万个愿意，学生万死不辞。虽然是老3，但好歹算是入了先生的门腔，要是连个名分都没捞着就被踢出去，等我回去非得郁闷的上吊不可。等回了大圣朝堂，这2个家伙要是敢让我叫大师兄、二师兄，我就算拼着昏君的骂名，也要诛他们9族。先生，学生这3日将那几个漏网的世家家主尽数抽筋，他们的首级已在河中。先生，难道就没有学生的位次吗？叶无度，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我让你隐蔽，隐蔽懂不懂？你装盒子里打包带回来干什么？你当这是送外卖啊？学生只是想让先生看到学生的忠心。行了，赶紧把这晦气玩意儿拿去埋了。你排老4，以后专门负责东宫的情报网络和暗处安保。要是再让我看到你把什么乱七八糟的往家里提，你就给我去抄特工修养手册1000遍。学生领命，多谢恩师成全。既然名分定下了，以后你们就是同门师兄弟。来，都一个头磕在地上，互相见个礼吧。3师弟，为兄在此，以后若有兵法上的不懂之处，尽管来问大师兄。谢金寒，你若是敢把今日之事传回大圣朝堂，朕今天就活包了你。哎，3师弟此言差矣，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先生定下的规矩，3师弟若是违逆，岂不是不尊师道？来，叫声二师兄听听。林彦慈，你也想死是不是？有这几个相互制衡、疯狂内卷的顶级保镖，我这个亡国太子总算能在乱世里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了。先生，如今大雍南方的隐患已除，皇都皆在咱们的掌控之中。只是那逃到江南的大雍老皇帝，听闻南方联军覆灭，如今已经联合了江南的水军，企图划江而治。咱们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划江而治，他想的倒挺好。传我的令，3日后，本宫要在这皇城之中登基称帝，我要让那个老匹夫看看，这天下到底是谁说了算。谢金寒，你把那只紫砂杯给朕放下。那是朕昨夜命神策军快马加鞭去城外50里的寒山寺古井里打来的无根水，是专门给先生泡极品云雾茶用的。你凭什么喝？3师弟，
大清早的，火气不要这么大，容易伤肝。为兄昨夜替先生巡视宫房，整整3个时辰未曾合眼，口渴难耐，喝你一口水怎么了？再者说，为兄这是在替先生试毒，万一你这水里不干净，伤了先生的圣体，你担待得起吗？试毒？你这匹夫敢说朕要毒害先生？朕乃大圣天子，信不信朕现在就下旨削了你的兵权，把你发配去守皇陵？哎呀，三师弟何必动怒呢？大师兄乃是先生亲自在发榜之日点下的首徒，代替先生教导我们这些不成器的师弟，也是理所应当。三师弟既然入了师门，就该放下那世俗的皇帝架子，虚心听教才是。你看二叔兄我，堂堂大圣丞相，掌管天下钱粮，如今不也是洗手做羹汤，亲自在这里为先生剥荔枝吗？三师弟这般心浮气躁，动辄喊打喊杀，实在是有违先生清静无为的教诲啊！林燕慈，你这面目可憎的酸儒，你信不信朕连你的相权也一并削了？削呗，反正微臣的万贯家财，昨日已经全部折算成现银，冲入先生的私库了。陛下若是削了微臣的官职，微臣正好落得个清闲，留在东宫日夜给先生端茶倒水，研墨铺床。就是不知道大圣的国库和100万大军的粮饷没了微臣，陛下准备拿什么法？那个三位师兄，能稍微让一让吗？你们挡着我亮首级了。叶无度，你给朕滚下来！先生昨日才训斥过你，你敢违抗师命，还在这上蹿下跳的。三师兄此言差矣，先生昨日的法旨是不许暴露自己，我如今挂在树上，属于庭院造景的一部分，有何不可？再说了，这是先生教我的，你一个打仗只会拆房子的莽夫，懂什么叫刺客的艺术？朕今天非活剥了你这疯子！都给我消停点！大清早的，不练功不看书，全在这儿给我斗地主呢！是不是觉得大雍的皇宫太结实，想给我拆了重建啊？学生给恩师请安。早膳准备了吗？我饿了。这是学生命神策军昨夜去深山猎来的成年吊睛白额虎，取其最肥美的后腿肉，用猛火烤制，外酥里嫩，大补气血。先生快尝尝。大清早吃烤老虎腿，你是嫌我这弱鸡身体的血脂不够高，想直接把我送走是吧？先生玉体清贵，岂能食这等粗鄙油腻之物？先生，这是微臣用长白山百年雪参、东海雪燕窝，配以晨露小火慢炖了5个时辰的雪参燕窝粥，温润滋补，最养心神。这玩意儿喝下去，怕是得原地流鼻血，流到贫血。二位师弟都退下吧，行军打仗，治国立志，首重肠胃坚韧。先生，这是学生军中特制的行军干粮，混合了粗粮与风干肉面，虽然坚硬如铁，但只要用水泡开，最能抗饿。先生尝一块。这我要是吃下去，我的牙齿都要没了吧？都不行！先生，这天下最险恶的便是人心。学生这碗百毒不侵汤，用了749种天下奇毒以毒攻毒熬制而成。先生喝了，日后便百毒不侵，再也不惧暗酸。都给我滚！去御膳房给我端一碗白粥，一碟咸菜。谁再敢往我面前端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就罚他去御膳房烧1个月的锅炉。登基大典准备的怎么样了？别告诉我你们这3天光顾着在这争论谁大谁小了。回先生，登基大典的一应礼器、诏书，微臣皆已用最上层的规格备齐，只是这龙袍的缝制出了一点小岔子。上衣局的几个老裁缝已经在偏殿跪了1宿了。龙袍能出什么岔子？尺寸不对。先生一位偏殿，一看便知。先生，您可算来了！这布料一戳就破，如何防刺客？学生认为，龙袍当以玄铁打造，重甲加身，
方显大庸天子之无上威武，荒谬至极。皇上登基乃是天下文贵之事，岂能如同匹夫般穿一身铁壳子？这件千金难求的极品冰蚕丝，水火不侵，才是无上之选。哼，冰蚕丝太寡淡了。大庸富有四海，龙袍必须用纯金丝线方制，再镶嵌9999颗西域七彩宝石，方能彰显国威。那些都是虚的。我觉得应该在领口和袖口缝入了72根淬过见血封喉奇毒的毒针，若有乱臣贼子敢靠近先生半步，定叫他当场暴毙。诸位大人饶命啊！这等龙袍，小人们就是长了100颗脑袋也做不出来呀！你们是不是要把我变成一只穿着铁甲、挂满宝石、刀枪不入，还要浑身带毒的怪物？大庸朝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全都给我出去！在龙袍按正常规矩做好之前，谁也不许踏进上衣局把半步。唉，这4个活阎王，真是比我当年对付那些敌国奸细还要难搞100倍。殿下，那这龙袍到底按哪位大人的意思做呀？按正常皇帝的尺寸做，轻薄透气一点。你们要是敢往里面塞铁板、装毒针，或者镶那种能闪瞎眼的鸽血红宝石，本宫现在就砍了你们！遵旨，小人遵旨。虽然这4个便宜徒弟一个比一个奇葩，一个比一个气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他们在，大庸这场原本让人绝望的亡国死局，竟然真的变成了一场顺风顺水，甚至有些欢乐的满级游乐园。先生，这块徽收极品松烟墨，微臣已经研磨得浓淡相宜，您且试试手感。闪开！研个墨也在这儿卖弄风骚，先生，看这锋利可适中。若热，学生去取冰镇酸梅汤。等一下，小林，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先生请讲。距离你们带着3万神策军刮到我这大门口，过去整整7天了吧？回先生，是7天又3个时辰。你们一个是北方皇帝，一个是天下钱粮丞相，你们俩全先后在这争风吃醋，大圣这7天怎么运转的？靠全自动修仙吗？奏折长了腿，自己劈自己啊！先生不必担忧，学生南下前已做万全部署，绝不会乱。哦，万全部署，把皇权交给谁代管了？学生临走前，把我那同父异母的8弟宣王直接从被窝里提溜出来，锁在了御书房里，告诉他若敢离半步，回去就扒了他的皮。有8弟顶着，稳若泰山。微臣也是，微臣将户部和6部的大小事务全交给了微臣的3位门生。微臣临行前也勉励了他们一番，若是账目出了半分差错，微臣便诛他们9族。想必此刻正兢兢业业、通宵达旦地为大圣效力呢。这叫万全的部署，这分明是2个丧心病狂的无良老板，把所有的 KPI 强行扔给倒霉的下属和亲戚，然后自己跑出来公款追星了吧？那个什么8弟，现在怕不是在御书房里一边批奏折，一边哭着写遗书吧？什么事大呼小叫的？惊扰了先生，本将拧下你的脑袋！大将军，出大事了！求见陛下，求见丞相啊！怎么了？是你那倒霉弟弟把御书房烧了，还是你那大圣的江山要易主了？先生，8弟他顶不住了。密信上说，宣王殿下昨日清晨已经在承天门外找了个棵歪脖子树，准备上吊自尽了。殿下说，与其被累死、吓死，不如提前给自己个痛快。满朝文武跪在树下抱着殿下的大腿哭。现在整个大圣朝堂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求陛下速速回銮主持大局啊！那我留在京城的那3个门生呢？6部总还在运转吧？回丞相，您的那3位门子，因为连续5天5夜没有合眼清算各部军费，有2个已经吐血昏迷，剩下的1个昨天夜里已经疯了。
正抱着户部门口的石狮子叫娘呢。看来三师兄和二师兄的治国之道也不过如此了，连个家都看不住，还妄想跟在先生身边邀宠。凌霄渊、林燕慈，你们俩给我滚进来！学生知罪，请先生责罚。知罪？你们知道个屁！我当年在信里是怎么教你的？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以为当个皇帝就是穿件龙袍，在那儿发号施令吗？那是千秋万代的责任，是千万百姓的生计。你倒好，为了跑到我面前来争个什么大弟子名分，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要了。学生只是想日夜聆听先生教诲，大硕的江山哪有先生重要？放屁！你若是连一个国家都治理不好，连自己的百姓都护不住，你有什么资格说是我观其客的门生？我教出来的徒弟，要么是横扫天下的霸主，要么是流芳百世的名臣，绝没有临阵脱逃的懦夫。先生教训的是微臣被执念蒙蔽了双眼，忘却了先生当年教导的经世致用之根本。知道错了就好。现在，立刻去点齐你们的神策军，给本宫滚回大圣去。先生，你要赶我们走？先生马上就要登基大典，学生还要亲眼看着先生君临天下呀！君临天下，不在于一时一刻的排场。凌霄渊、林燕慈，我给你们布置最后一个课业，回大圣去，把北方那些蠢蠢欲动的胡人给我打服，把大圣的国库给我充盈的流油。我要你们将大圣打造成这全天下最坚固的堡垒，最富庶的国度。大庸刚刚经历战乱，百废待兴，本宫要你们大圣成为大庸最坚实的后盾，这就是你们两个的结业考核。若是做不好，这辈子都别来见我；若是做得好，大庸与大圣日后自可连为一体，共享这天下太平。是。学生领恩师法旨，学生这便回銮大圣。3年，不，1年之内，学生定让胡人俯首称臣，让大圣成为先生最锋利的刀与最坚固的盾。微臣亦当鞠躬尽瘁，1年之内，让大圣的粮草钱帛源源不断地供给先生的大庸。微臣这就回去救我那3个快疯了的门生。三师弟、二师兄，山高路远，大圣的朝堂还在等你们回去加班呢，快走吧，别耽误了时辰啊！两位师兄放心去吧，先生的饮食起居、恭敬安全，由我们2人日夜伺候，绝不会让先生少一根头发的。谢金寒、叶无度，你们2个要是敢在先生面前进谗言，或者怠慢了先生，朕早晚率领大军踏平你们的狗头！总算把这2个祖宗给忽悠回去了。行了，别乐了，他们回去赶业绩了，咱们这边也不能闲着。小谢、叶老四，准备准备吧。3日后，太极殿，随本宫改朝换代。太安静了，大庸的旧臣们虽然被吓破了胆，但这几天南方世家被连根拔起，大庸逃跑的老皇帝在江南组建了流亡朝廷。按照历史权谋的事迹，在这登基大典上，绝不可能连一点浪花都不起。吉时已到，请新皇登基，见左龙椅。我虽然没有武功，但在现代我可是学建筑与工业设计出身的。这把龙椅我之前见过，其背是镂空雕刻的9龙戏珠，可现在朝背那镂空的缝隙里，似乎被什么灰暗的材质给填满了。
导致整个龙椅的比例在视觉上产生了一种极其细微的臃肿感。等等，这椅子是不是比3天前胖了一波？大庸营卫大统领在此，逆子受死！太快了，这绝对是宗师级别的高手，而且是抱着必死之心。他利用归西之术，在被掏空的龙椅内部整整折围了3天3夜，连呼吸都降到了最低，完美避开了谢经寒和叶无毒的感知。哎呦我操！敢动我恩师，你找死！别过来！老夫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拉着你这逆子，还有这满殿的叛臣一起陪葬。这毒烟名为10香软骨散，混合了西域火毒，沾之必死。都给我死吧！哈哈哈哈！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在那儿把龙椅里面藏了整整3天3夜，不吃不喝，我可以理解你练了归西功，但是你排泄怎么解决的？你带尿不湿了吗？难怪我一靠近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骚臭味。庶子，死到临头还敢辱我？辱你？我是在教你基本的化学常识。小谢，老四，这破店里全是木头，通风极差。毒烟是热空气会往上飘，不要用内力去吹，吹了反而会加速混合爆炸。先生，那该如何是好？通风啊！给我把房顶掀了！遵恩师法旨。给老子起！学生救驾来迟，让先生受惊，还毁了先生的登基大殿。学生罪该万死，请先生赐死。学生大意，竟没发现这等老鼠藏在暗处，学生这就自断一臂，向先生谢罪。行了，自断一臂，谁来给我干活？拆了就拆了吧，反正这大殿的采光本来就不好。诸位爱卿都看到了吧？这就是跟本宫作对的下场。老天爷觉得这旧朝堂太闷了，亲自给咱们掀了盖子，让这大庸见见光。这登基大典虽然破了点，但仪式不能废。从今天起，这天下换我做主。以后谁要是再敢跟我玩这种藏在椅子里的老六战术，下次掀的就不只是房顶，而是你们的九族了。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别人穿越登基都是钟鸣鼎食，庄严肃穆，怎么到了我这儿，硬生成了一个被强拆现场的户外露营风？这皇帝当的也太费保镖了。陛下，这是南方水利的折子。大将军谢经寒昨日把户部尚书的门牙打飞了，请圣裁呀！有陛下在，大庸江山必定稳如泰山，万民也必定感念陛下圣恩。此等勤勉，真乃大庸天下之福啊！服你个头！老子是来修福报的牛马！我那几个好徒弟呢？老二林彦慈不是号称天下第一聪明人吗？把他给我叫回来！回陛下，丞相临行前立下毒誓，1年内若不能把大圣国库搬空，便提头来见。此刻他怕是正红着眼抄贪官的家呢。早知道只让老三自己回去了。什么味儿？陛下快逃！这香味是南疆的丈古之气，南疆的火焰王杀进宫了。南疆。
是南疆圣女楚清瑶，传闻她能用一只蛊虫屠尽一城。此刻她竟然在这儿，都没人通传的吗？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哎呀！南疆妖女，安敢擅闯大雍禁地？大圣第一战神，天下第一刺客，跑来当看门犬了，真是暴殄天物呢。哼，妖女休要张狂！让开！本座今日是来找大雍新皇算旧账的，谁敢拦我，便让他尝尝万古失心的滋味。哼，想伤先生，先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这画风，这出场方式，这拽的258万的台词，怎么那么像我在现代混贴吧时认识的一个中二病晚期的女网友？等一下。你就是大雍新皇，看起来也不过。你是不是叫楚清瑶？你如何得知本座名讳？你当年是不是遇到了一种名为金背红线蛊的虫子，死活无法让它们繁殖，一交配就互相残杀？后来，是不是有人教你，不要把它们放在一个盒子里硬凑，而是要利用达尔文进化律，人为改变环境温度，并且利用孟德尔遗传定律，算出它们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进行杂交筛选。达尔文、孟德尔、基因，这个世上除了3年前在南疆祭坛的绝境中隔天亮下神谕，赐予他无上古术密码的天道恩师，绝对不可能有第2个人知晓。想当年我被南疆叛军逼入死地，蛊虫反噬，是恩师的一封天书，教我用那种名为生物链相生相克的仙家阵法，培育出了连大象都能一口毒死的无敌蛊王，从而逆风翻盘，一统南疆72洞。您是南疆72洞共主，学生楚清瑶，叩见观奇客恩师。学生有眼无珠，竟不知大雍新皇便是恩师真身降临人间，求恩师降下天罚。又来一个抢名分的。楚清瑶，你这南疆妖女，先生乃是万金之躯，你身上的毒功伤到了先生，咋整？大胆妖女，恩师门下规矩森严，我乃恩师钦点的开山大弟子，你这不长眼的东西，竟敢对先生拔刀相向，简直大逆不道！先生，学生真的不知道是您啊！学生在南疆日夜供奉您的长生牌位，每日早晚攻读您赐下的那卷万物繁衍之无上大道。学生若是知道您在大雍，早就来给您当护卫了。凭什么这俩满身臭汗的粗镖能伺候在先生身边？先生，学生懂医术，懂蛊毒，能为您试疾，还能用南疆秘药保您龙体康泰，求先生收下学生。学生要做大弟子，实在不行，做个皇后也是可以的。南疆圣女要倒贴给陛下当皇后，这大雍的祖坟怕是冒青烟冒的都快炸了。你放肆！你个玩毒虫的蛮族村姑，也配给先生当皇后？先生的身边有我玄一楼暗中守护就足够了，你休想插足我们师门！就是，你这蛮女懂得什么是兵法谋略吗？你写得出3000字的课业推演吗？老子可是唯一教了推演课业，被先生亲自批阅过的首徒，你算什么东西？苍天呐！我当年在现代不过是无聊时在网上当个热心网友，给这帮人随口解答了几个问题，谁能想到这群古代的差生居然硬生把这些现代基础科学当成了无上仙术，把自己卷成了毁天灭地的满级反派！都给我闭嘴！谢金寒，把你的破课业给我揣回去。叶无度，
再敢亮你的暗器，我让你去扫3个月的茅房。还有你，楚清瑶，把你的毒气都给我收干净，打扫不干净，今天中午就不许吃饭。至于你的牌位，你排老五，以后专门负责皇宫的御花园除虫和我的日常请平安脉。别给我提什么当皇后的事，我怕哪天睡醒，床上爬满你的那些万物繁衍的成果。学生领命，多谢恩师成全，五弟子也行。远在大圣拼命搜刮银子充盈国库的凌霄渊和苏燕慈，若是知道师门里又多了一个能用虫子屠成的恐怖小师妹，怕是要当场吐血3声。启禀恩师，今日秋雨连绵，寒气极重，学生特意命火头君熬了这碗霸王驱寒汤，里面加了极品的鹿茸与虎骨，恩师喝了定能气血翻涌，龙体康泰。大将军此言差矣，先生乃是万金池躯，岂能用那等粗鄙武夫的燥热之物？先生，这是学生用南疆36种珍稀毒虫的蜕壳，铺以雪莲熬制的百毒不侵凝神香，不仅能驱散这秋日的湿寒，还能让先生披釉折时心智清明，万邪不侵。放屁！你们懂什么？先生如今初登大报，最需要的是震慑天下的杀气。学生这碗七杀凝血羹，乃是停！你们都给老子滚！天天在我旁边叽叽喳喳，烦死了！想听课是吧？马上满足你们！等会儿全部去给我抄书。自从老二和老三被赶回大圣去搞建设之后，这东宫的内卷程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因为楚清瑶的加入，变得更加诡异了。有杀气。什么人，胆敢惊扰圣驾？大庸残阵，神武军卫，本将道是谁？原来是逃到江南的那个老不死的家伙，把压箱底的私兵给派出来，5000神武重甲，倒也算看得起我。奉旨主逆。放肆！区区一群见不得光的老鼠，也敢在恩师面前拔刀。今日，本将便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大纵深兵法第一式，破阵龙抬头。阵。先生小心！万古天罗罩。好恶心的手段，不过很管用。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今日便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掌控生死的刺客规则。还好，虽然我自己是个战五渣的脆皮，但这几个便宜徒弟的战斗力确实是天下天花板级别的。就算对面是5000精锐，在这几个人面前，大概也不过是稍微麻烦一点的炮灰罢了。一群废物！来得好！给我死！碎星机！怎么可能？在这个世上，除了远在大圣的暴君凌霄渊能在力量上与我硬拼几招之外，怎么可能还有人能如此轻描淡写的挡我的全力一击，甚至将我震退？大师兄，死！这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大庸那个废物老皇帝手里怎么可能捏着这么一张逆天的底牌？南疆禁术，血王谷，出去！怎么可能？恩师传授的生物进化培育出的蛊王，
竟然扛不住对方最纯粹的内力焚烧。大师兄，这厮的武功路数极其古怪，他的内力里带着一种极强的腐蚀和灼烧感。他刚才破我暗器的那一招，仿佛是某种失传已久的擒拿术，精准的不似人类。闭嘴！老子管他用的是什么妖术，敢动先生，必须死！不对，很不对劲。我可是在现代时深度研究过各种古代兵器格斗和战术体系的。这个红甲男人的战斗方式极其违和。古代武将讲究大开大合，江湖刺客讲究诡异，但他挡住谢金寒是标准三角形卸力，破叶无度是求一击必杀的反关节擒拿，烧毁蛊虫就像高压喷火器。这根本不是古代武功，这更像是一种经过了极度科学、极度系统化训练的现代近身格斗术与古代内力的缝合怪。这种如同机器般的执行力绝对有问题。护驾，死战不退！太强了！先生，快逃啊！你杀不了我，我就坐在这里。是这个时候还在那儿敲什么呢？还不赶快躲开！是这个时候还在弹什么谱子？这可不是什么谱子，这可是在现代特种作战中极其基础的战术静默摩斯密码。从这个红甲男人那绝对高效、毫无废动作的现代近身格斗术，再到他那5000重甲步兵宛如现代防暴警察般的3段式射击阵型，这一切都太现代了。在这个满是内功暗器和蛊毒的古代世纪，突然冒出一支带着浓烈工业化军事训练痕迹的军队，这绝不是巧合。我在赌他。要么是一个被某种手段抹去记忆、强行洗脑控制的现代同行，要么就是被现代战术极限催眠过的终极兵器。赌对了。怎么看不下来了？是谁给你的指令？大庸那个仓皇逃窜的废物皇帝，还是某个自以为掌控了你的蠢货？区一个低级指令，也敢在我面前执行？安全兽未解系统冲突，原指令作废，给我退下！撤！防御阵型，交替掩护，快！先生，恩师神威盖世，那等足以毁天灭地的杀神，那等破不开的绝世杀局，恩师竟然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仅仅是一个眼神、一句话，便让其心智崩溃，落荒而逃。这就是传说中的言出法随吗？是学生坐井观天了，学生引以为傲的刺客之道，在恩师面前简直是蚍蜉撼树。恩师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仅凭无上气场便碾碎了那怪物的杀意，这才是刺客的最高境界啊！学生还以为今日要与先生做同命鸳鸯了，先生这般伟岸之姿，简直是天神降世。那南疆的蛮王在先生面前，连给您提鞋都不配。言出法随，神威盖世，神威个鬼啊！老子刚才连走马灯都看见了，要不是用摩斯密码炸了他一下，要不是那家伙脑子里的指令刚好起冲突，现在你们的恩师就已经被均匀的分成2半，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好吗？一介失去自我的提线木偶罢了。
杀他，脏了本宫的手。你们3个也是，平时让你们多读书、多推演战局，一个个就是不听。现在被人打成这副德行，脸都丢到姥姥家了，还有脸在这儿哭？另外去给我抬顶轿子来。还有，这把破椅子质量太差了，明儿让工部给我换一把带软垫的，硌得我腰疼。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恩师真神人也。这世界太危险了，那个红甲男人到底是谁？大雍的老皇帝手里为什么会掌握着这种带有明显现代军事化色彩的战争兵器？如果说凌霄渊、苏燕慈、谢京寒这些人的崛起是因为自己当年的随口提点，那这个红甲男人背后的秘密显然远远超出了我这个键盘侠的掌控范围。大雍的老皇帝去哪儿弄了这么一支特种部队？这根本不可能啊！我去，他怎么来了？这怎么还带独当重来的？白天一套摩斯密码的休眠指令难道过期了？最高权限密码核对无误，底层逻辑锁已解除。末将陆红叩见恩主。不是吧？原来这是自我精神控制啊，真是绝了！你叫什么？陆红。恩主，您忘记了吗？3年前，末将本是大雍死囚营里一个任人宰割的决斗奴隶，是关奇克恩师隔空降下神谕，将末将从地狱中拉了出来。又是我造的孽！恩师教末将认字，教末将一套名为特种兵 CQB 近战格斗的无上仙术，教末将如何打造名为重装步兵3段击的无敌军阵。恩师还教导末将，作为一个终极兵器，必须要有一套别人无法破解的底层防黑客逻辑锁，也就是白日里您敲击的那段安全栓未解、系统冲突的神明密语。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在现代通宵打某个硬核战争游戏时，直播间里有个网名叫喋血角斗士的粉丝，天天给我发私信，说自己快要被人打死了，求一套能以1打10没有感情的近战杀人技。当时我还以为这哥们儿是哪个中二病晚期的格斗狂，就顺手把硬盘里那份现代特种作战及极端心理洗脑抗压手册打包发了过去，甚至还恶趣味的在结尾加上了一段终极防背叛休眠指令，告诉他这叫系统防黑。所以大雍老皇帝手里的那张底牌，那个神武军统帅就是你。是末将无能。半年前，大雍老皇帝发现了末将练兵的秘密，他用一种西域奇毒封住了末将的心智，抹去了末将的记忆，只在末将脑海里下达了死侍诛逆的指令。末将浑浑噩噩，成了一具只知杀戮的行尸走肉。直到白日里在太极殿，当您敲出那段最高权限密码，喊出那句指令时，恩师留在末将潜意识最深处的防黑客连击锁被彻底激活，直接冲破了老皇帝的毒药。这世上知道这套终极密码的，只有赐予末将新生的关奇克恩师。您一定认识我的恩师，或者您就是恩师派来拯救末将的使者。这又来个被特种兵极端抗压与痴迷防黑手册出来的终极杀戮机器老六。大雍这盘棋，简直就是我当年在网上随手敲键盘造出来的反派复仇者联盟啊！不必找了，本宫便是关奇克。恩师，恩师，末将终于找到您了。末将这3年每天都在练您教的战术，末将把那些敌人都当成了实战靶子，末将没有给恩师丢人啊！行了，说话别把我裤子扯坏了。不过，恩师，既然您认出了末将，为何白日里不直接相认？末将甚至差点伤了恩师的圣体，恩师可是怪罪末将丢了您的脸。怪罪？认出你？老子认出你个鬼啊！当年在直播间，我后台的粉丝足足有10万加，每天给我发私信要资源，问问题的中二病没有1000也有800。我连你当年那个喋血角士的网名都是刚刚才从记忆垃圾堆里翻出来的，我怎么可能记得你是哪根葱啊？
要不是你这打架的姿势太像现代特种兵，要不是我临死前死马当活马医敲了个摩斯密码，我今天白天就已经在太极殿里给你当剑下亡魂了。但在一个对你极度狂热且武力值全天下第一的杀神面前，能说实话吗？为师岂会怪你？白日里太极殿一战，为师不与你相认，乃是对你的一场考核。为师传你无上战技，是要让你成为最锋利的刀。但一把刀若是轻易就被老皇帝的迷药控制了心智，那便是一把废刀。为师坐在龙椅上，便是要看看，在极致的杀戮与系统冲突面前，你到底能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冲破那层底层逻辑锁？你没有让为师失望，你战胜了自己，完成了蜕变。原来如此，恩师明明可以轻而易举地躲开，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恩师明明可以早点唤醒我，却非要等到重剑落下的最后一刻。这全都是恩师为了磨砺我，为了帮我冲破老皇帝的洗脑毒药而设下的生死考验啊！恩师用心良苦，末将愚钝，竟差点辜负了恩师的苦心。末将愿为恩师赴汤蹈火。从今往后，末将就是恩师脚边最用恨的猎犬，谁敢逆恩师的意，末将便将撕成碎片。很好，这反派门派的老六总算是忽悠瘸了。不过，你现在跑来找我相认，那你带走的那5000神武重甲军呢？他们不是听命于那个老皇帝的吗？恩师放心，那5000神武军是末将用秘术培养出的要人。老皇帝虽然有兵符，但在末将的现代特种化集训下，他们只认末将，不认兵符。末将刚才来之前，已经下达了全军武装受度、秘密潜伏的指令。现在那5000中甲军正埋伏在皇宫外面的护长河里，只要恩师一声令下，他们随时可以冲出来，把这座皇宫再平推一遍。这皇宫现在是谁的？你推了我咋整呢？真的是，全都是憨货。一想到河底此刻正密密麻麻地趴着5000个穿着重甲，随时准备冲出来砍人的古代终极兵器，我突然就觉得头皮发麻。恩师，接下来末将该作何部署？是不是要去把大庸那个逃跑的老皇帝的脑袋砍下来，给您当夜壶？砍什么脑袋？那是我老爹，你砍了你让这天下人怎么看我？再说了，老皇帝手里还捏着江南的大半资源，硬拼伤的是我们自己的基本盘。这是你接下来的绝密行动代号。无间道，既然老皇帝以为你还在被他控制，那你就带着这5000神武军继续回去给他当忠犬，回去告诉他刺杀失败，大庸新皇身边有绝世高手保护，然后给我在江南的流亡朝廷里狠狠地扎下根据。等时机成熟了，老皇帝以为自己要反攻皇都的时候，你还有你手下的5000重甲，就从他背后给他来个最狠的背刺。末将领命，定让那老贼死无葬身之地。去吧，小心行事，别暴露了摩斯密码的事。大弟子是战神，2弟子是丞相，3弟子是暴君，4弟子是刺客，5弟子是古王，现在又多了一个潜伏在敌方大本营的终极25腿老六。这牌打的，那个逃往江南的老头子，你拿什么跟我斗啊？你就在第1层慢慢摸索吧。总算是能歇几天了。如今老大谢经函在整顿京城城防，老四叶无度在重建全天下的情报网，老五楚清瑶则带着一群太监在御花园里给花草树木科学配种。至于远在大圣的老二和老三，据说已经把北方胡人打得连夜逃回了漠北。大圣的国库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膨胀，一切都在向着大团圆的种田基建流发展。陛下，10万火急，出大事了！又怎么了？是老四又把谁的脑袋挂树上了，还是老五的虫子变异把御膳房啃了？不是咱们的人，是梁国，大梁国起兵了。梁国？信上说，梁国皇帝听闻咱们大庸内乱，老皇帝逃亡江南，新皇刚刚登基，朝堂不稳，他们打着替大庸平叛、匡扶正统的伪善旗号，集结了整整40万大军，兵分3路，已经陈兵于咱们大庸西面的函谷关外。函谷关守将飞鸽传书，梁国大将宇文拓放话，要在1个月内踏平咱们皇都，把陛下您抓去梁国都城游街示众啊！40万大军，还要抓我去游街？天哪，
我好不容易才把大雍内部的几股势力给忽悠平了，本以为能安安稳稳当个太平天子，结果倒好，内部矛盾刚解决，外部的超级大国又跑来趁火打劫了。真以为大雍现在是块没有防备的肥肉，谁都能来咬一口。先生，梁国蛮夷，安敢欺我大雍无人？先生，给学生5万兵马，学生这便去函谷关，把那什么宇文拓的脑袋拧下来给您当夜壶。大师兄未免太粗鲁了，40万人又如何？学生这就亲自走一趟梁国大营，1月之内定叫他们军中主将连带兼兵，全部暴毙于大帐之中。群龙无头，40万大军不过是待宰的羔羊。不行，梁国既然敢出兵40万，必然是做足了准备。函谷关地势险要，但若是强攻，就算有他们在，大雍刚刚经历内乱的疲惫之时，也必然会死伤惨重。战争不是几个绝世高手就能彻底左右的。最关键的是，如果大雍的军队在西线被梁国牵住，江南的老皇帝一旦发现破绽，必然会联合其他势力从南面反扑，到时候我们腹背受敌，这盘棋就彻底死了。梁国以为大雍现在孤立无援，以为大雍只有一个空壳子新皇。好，既然你们梁国想玩把大的，那本宫就陪你们玩一场真正的大型跨服国战。去，给本宫取我那只朱砂玉笔来，再准备一只飞得最快的信鸽。老二、老三，你2人速速发兵救援。梁国啊梁国，你们惹谁不好？非要来惹我这个拥有全天下最豪华反派亲友团的挂逼。既然你们想看大雍的底牌，那我就把那个连胡人都能手撕的大圣暴君，和那个能把天下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无良丞相，直接召唤过来给你们上一课。不过，难道说这个梁国皇帝也是？先写个信试探试探吧。或许你也认识关其克先生吗？不瞒你说，我就是关其克。你也别来打我了，来我这东宫上课吧。赵德柱，现在这封信是给梁国皇帝写的，在梁国打过来之前，务必送到他手上。不堪一击，简直是不堪一击！朕这大半个月，亲自率军杀入漠北，连灭胡人16个部落。朕以为他们有多能打，结果朕还没用力，他们就全投降了。就这点战绩，朕若是写进课业里呈报给先生，先生还以为朕在外面偷懒摸鱼呢。陛下息怒，微臣这半个月已经用先生教导的操空之法，将大圣周边4个小国的粮草全部低价收购，再高价卖出。如今大圣国库的存银已经堆得连库房都塞不下了。微臣正愁着该找个什么由头，把这些金银绸缎风风光光的运去大雍，孝敬给师傅呢。启禀陛下，大雍皇都飞鸽传书，是那位先生的字迹。先生的信。梁国这群找死的猪猡，他们算什么东西？竟然敢趁着朕不在去偷袭先生的大本营！要是惊扰了先生清修，害得先生少了1根头发，朕诛他们梁国皇室满门！梁国这几年确实是富得流油，他们既然不知死活的去惹先生，那这40万人马和梁国的国库，微臣就当作是送给先生的登基贺礼了。传本相令，户部即刻开仓，调集大圣所有粮草辎重，全面转向西南战线。神策军何在？臣在。点齐大圣30万精锐铁骑，不用带步兵，全给朕换上最快的马，连夜开拔。目标：大雍函谷关外。朕要让那40万梁国狗贼知道，惹怒了关其克恩师的门徒，是这世上最恐怖的噩梦。诸位将军，那大雍的新皇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傀儡。大雍内乱刚息，兵无战心，不出半月，本将定要在太极殿里喝他们大雍的御酒。哈哈哈哈哈！天佑大梁，大雍那老皇帝昏庸无能，被自己的儿子和臣子逼得逃去江南。如今皇都里那个刚登基的皇口小儿，手里连兵权都没捏稳，就敢称帝，这大雍的万里江山，何该落入朕的囊中？
陛下英明神武，大梁铁骑天下无双，踏平大庸指日可待。报，启禀陛下，函谷关前线截获大庸新皇亲自写给陛下的加急密信。哦，大庸新皇的密信，兵临城下，这是吓破了胆，写信来向朕摇尾乞怜，割地求和了。呈上来，朕倒要看看他这丧家之犬能写出什么花言巧语来。或许你也认识关奇克先生吗？不瞒你说，我就是关奇克。你也别来打我了，来我这东宫上课吧。这写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关奇克，关奇克是个什么东西？让朕别打他了，去他的东宫上课。陛下，大庸皇帝在信里写了什么？你自己看。陛下，微臣以为这大庸新皇怕是被我大梁的40万天威给吓破了胆，得了失心疯了。丞相言之有理，朕原本以为他就算是个草包，好歹也会写一封痛哭流涕的求降书，没想到他居然被吓成了疯子，在这跟朕胡言乱语，还妄想给朕当先生，真是不知所谓，滑天下之大稽。传朕的旨意给函谷关的宇文悦，让他即刻攻城。既然这大庸的疯皇帝想让朕去上课，那朕就让宇文悦把他生擒活捉，绑在囚车里押回健康。朕倒要当面听听，这个疯子能给朕上什么课？大梁万岁，陛下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军即刻攻城，务必生擒大庸新皇。臣领旨。全军听令，今日日落之前拿下函谷关，大军直捣皇都，活戳大庸封地。先登城头者，赏金万两，封万户侯。怎么回事？地龙翻身了！大将军，您看北边，这写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关奇克，关奇克是个什么东西？让朕别打他了，去他的东宫上课。陛下，大庸皇帝在信里写了什么？你自己看。陛下，微臣以为这大庸新皇怕是被我大梁的40万天威给吓破了胆，得了失心疯了。丞相言之有理，朕原本以为他就算是个草包，好歹也会写一封痛哭流涕的求降书，没想到他居然被吓成了疯子，在这跟朕胡言乱语，还妄想给朕当先生，真是不知所谓，滑天下之大稽。传朕的旨意给函谷关的宇文悦，让他即刻攻城。既然这大庸的疯皇帝想让朕去上课，那朕就让宇文悦把他生擒活捉，绑在囚车里押回健康。朕倒要当面听听，这个疯子能给朕上什么课？大梁万岁，陛下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军即刻攻城，务必生擒大庸新皇。臣领旨。全军听令，今日日落之前拿下函谷关，大军直捣皇都，活戳大庸封地。先登城头者，赏金万两，封万户侯。怎么回事？地龙翻身了！大将军，您看北边。
圣的军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陛下，稳住，一定要稳住。先生上次怎么骂您的？打仗不用脑子，只知道像个力工一样拆房子。您如今是来给先生干活挣学分的，必须展现出大圣天子的运筹帷幄之姿，绝不可亲自下场厮杀，平白降了格局。朕知道，朕做得稳如泰山。作为一个骨子里嗜血的战狂，看着30万大军在前面冲锋，我却只能坐在后方当观众，这种感觉比杀了我还难受。但是为了先生口中年底那50分的师门额外加分，为了向恩师证明自己已经领悟了帝王之道，在于御将，我今天绝对不能拔刀冲下战车。传令官，给前锋营传朕的口谕：那个骑着白马、穿着骚包银甲的梁国主将宇文悦，是恩师法旨里钦定的第一人，谁也不许把他的脑袋给朕砍了。告诉神策军的4个偏将，从左右2翼包抄，把那个宇文悦的亲卫营给朕剃干净，然后把宇文悦活捉，绑在马后拖到朕的战车前面来。朕要坐在这大后方的龙椅上，亲自用弓箭射死他。这叫决胜千里之外，取敌将首级。听明白没有？陛下此计甚妙，既保全了帝王威仪，又稳拿了首级。后勤营都给本相听好了，跟在铁骑后面推进。梁国人有钱，那40万大军身上的盔甲、手里的兵器，甚至他们战马上的马鞍，都是上好的硬铜货。凡是倒下的梁国士兵，只要还没咽气，先扒衣服再补刀。一件完好的铁甲，本相赏银10两。这些全都是给恩师运回大雍充盈国库的登基贺礼。大圣的军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陛下，稳住，一定要稳住。先生上次怎么骂您的？打仗不用脑子，只知道像个力工一样拆房子。您如今是来给先生干活挣学分的，必须展现出大圣天子的运筹帷幄之姿，绝不可亲自下场厮杀，平白降了格局。朕知道，朕做得稳如泰山。作为一个骨子里嗜血的战狂，看着30万大军在前面冲锋，我却只能坐在后方当观众，这种感觉比杀了我还难受。但是为了先生口中年底那50分的师门额外加分，为了向恩师证明自己已经领悟了帝王之道，在于御将，我今天绝对不能拔刀冲下战车。传令官，给前锋营传朕的口谕：那个骑着白马、穿着骚包银甲的梁国主将宇文悦，是恩师法旨里钦定的第一人，谁也不许把他的脑袋给朕砍了。告诉神策军的4个偏将，从左右2翼包抄，把那个宇文悦的亲卫营给朕剃干净，然后把宇文悦活捉，绑在马后拖到朕的战车前面来。朕要坐在这大后方的龙椅上，亲自用弓箭射死他。这叫决胜千里之外，取敌将首级。听明白没有？陛下此计甚妙，既保全了帝王威仪，又稳拿了首级。后勤营都给本相听好了，跟在铁骑后面推进。梁国人有钱，那40万大军身上的盔甲、手里的兵器，甚至他们战马上的马鞍，都是上好的硬铜货。凡是倒下的梁国士兵，只要还没咽气，先扒衣服再补刀。一件完好的铁甲，本相赏银10两。这些全都是给恩师运回大雍充盈国库的登基贺礼。那个前副长是我的，他的盔甲是银漆的，是10两银子。别戳胸口，戳大腿，别把盔甲弄坏了。让开，让开！丞相有令，先拔装备。保护将领有旨，这位要留活口拖到后方去，陛下要亲自拿人头。我堂堂大梁天下兵马大元帅，在你们这群疯子眼里，到底算什么东西？大圣的狗贼，本将跟你们拼了！抓住了，抓住了！快拖到陛下的战车那里去！拿着那支最粗的穿甲剑来。先生，您再看好了，学生这50分，拿得名正言顺，毫无破绽。陛
下大喜呀！大梁40万大军已经猛攻函谷关，收复旧山河指日可待呀！好，陆红何在？末将在。陆爱卿，你操练的神武军准备的如何了？朕要你做了那黄雀。回陛下，末将的军队已经待命，随时可以清场。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怎么回事？护驾！快护驾！大庸的老皇帝，你的美梦做到头了。你是何人？禁军呢？陆红，快给朕杀了这个刺客！老六，你这大殿的安保也太差了。我从屋顶前进来，刺客叫我们的大元帅什么？老六。破门突击，控制左翼，目标已锁定。陆红，你疯了吗？你在干什么？四师兄，末将的现代特种化集训讲究的是不合格的。你懂个屁！刺杀是一门艺术，你这叫强拆，罚你抄特工守则。先生赐末将的是特种作战与极限洗导，就是一次完美的潜入。你没有被朕的毒药控制，你到底是谁的人？末将陆红，家师关奇克。关奇克，你和太子是一伙的。四师兄，这些人怎么处理？先生法旨，今日给老皇帝清君侧，凡是名册上煽动叛乱、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江南世家官员，一个不留。动手吧，老六，别弄脏了我的手。收到，清场。你们，这老东西怎么处理？杀了。不可。先生说了，弑父的名声不能让先生背。这老头毕竟是先生的生父，先生的法旨是给他留点钱，留几个忠仆，让他安享晚年。这是老五新培育的痴呆骨，吃了之后，他就会变成一个只知道流口水的傻子。从今天起，江南再无流亡朝廷，这天下只属于咱们恩师一人。Double kill！ 先生，大捷，史诗级大捷呀！发生什么事了？梁国打进来了，梁国没了，先生，梁国快没了！三师弟和二师兄带着30万大圣铁骑，日夜兼程赶到了函谷关。他们根本没进关防御，而是直接从侧翼，犹如一把尖刀，切开了梁国的40万大军。三师弟在战车上一箭射穿了梁国主将宇文悦的大腿，然后命人将那宇文悦生擒活捉，用铁网兜着，一路拖回了大本营。梁国40万大军群龙无首，被大圣铁骑和大庸守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梁国大军的辎重、粮草，甚至是士兵身上的盔甲，被二师兄带着后勤营像蝗虫过境一样扒了个精光啊！40万大军，几天时间就这么被扬了，被扒光了。那俩货是真的把他那张刷本字条当成了最高军令，彻底放飞自我了。启禀恩师，学生与六师弟陆红里应外合，江南的流亡朝廷已被彻底清洗。老皇帝已经服下痴呆骨，如今正在行宫里玩泥巴。江南30万大军技术归于六师弟掌控，此刻正挥师北上，前来护驾。恩师，大庸内乱已平，梁国主力尽丧，如今天下大局尽在恩师掌中。这群怪物，这群我随手培养出来的怪物，效率太恐怖了。别人穿越当皇帝是小心翼翼的搞平衡、搞基建，花个10年8年统一全国。我倒好，刚登基1个月不到，这群徒弟就已经把叛军和敌国的超级主力给全歼了。好，很好，你们干得漂亮。既然天下太平了，那朕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你们退下吧，朕要休息。先生且慢，先生，现在还不到休息的时候啊。又怎么了？先生，三师弟和二师弟在函谷关抢了头功，这让学生和老四、老五如何自处？梁国虽然40万大军没了，
但他们的大本营剑柯城还在，梁国皇帝还坐在龙椅上。最关键的是，梁国那小皇帝竟然敢骂先生是得了失心疯！什么？敢辱骂恩师，梁国必须灭国！先生，学生已经连夜命工部打造了一辆九龙拉棺九龙通天神木战车，就在殿外候着。你想干什么？学生要请先生御驾亲征。三师弟他们不是在前面打吗？那咱们就带着江南的30万大军，还有皇城军，护送先生一路平到大梁的国都建康城去。学生要让先生坐在大梁的龙椅上，亲自收见成果，这才是无上的荣耀啊！我不要去，外面打仗是要死人的，我是个战无渣。先生放心，有我们玄一阁和老六的特种兵在，一只苍蝇都飞不到先生面前。学生这就去给先生准备驱虫防毒的香囊。赵德柱，救驾！救驾！大将军，陛下的行囊备齐了，祝大将军和陛下早日荡平大梁，一统天下。赵德柱，你个老六，我咒你9族！那个穿着黑金龙甲的，是不是大圣皇帝凌霄渊？他为什么跪在那个大雍新皇的脚下？回陛下，不仅是大圣皇帝，还有大圣丞相林彦慈，那个扛着重剑的，好像是传闻着大雍的战神陆宏。他们好像全都在对着那辆战车磕头。或许你也认识关奇克先生吗？不瞒你说，我就是关奇克。你也别来打我了，来我这东宫上课吧。关奇克，那根本不是什么疯子的胡言乱语。那是至高神明发来的免死金牌呀！大上的暴君，大雍的战神，天下的智囊，这些人全都是这个叫关奇克的神明的门徒。我惹的根本不是一个内乱的大雍。开城门，快开城门！朕降了，朕投降，不要杀朕！去告诉城外的先生，朕也认识字，朕也会写文章，朕愿意交学费，求先生让朕去东宫上课啊！唉，先生。这小子想入师门，就凭他也配？一个连40万大军都守不住的废物，若是让他入了师门，简直是拉低了咱们师兄弟的整体素质。学生请求一剑劈了这建康城。三师弟所言极理，大梁的国库，微臣已经列好清单了。这等蠢物，杀了便是，留着也是浪费粮食。一场本该充满血雨腥风的乱世争霸，硬生生被我用一本现代百科全书给忽悠成了满级大佬的师门争宠日常。大梁啊大梁，既然你们这么想上课，那就把你们的国库当成学费交上来吧。传朕旨意，全体都有，拿下！拿！累，太他妈累了。四海归一，终于可以当个混吃等死的昏君了。啊！恩师，学生请命带兵30万，将天下疆土全部打入我朝版图。穷兵黩武，微臣恳请组建第一皇商，用经济战彻底掏空西域36国。让天下的银子全流进您的私库。西域太远，学生要在3年内让世人晚上起夜上几次茅房，都记在玄一阁案卷里，有逆苗头，提前诛杀。四师兄太费事了，我培育的无形散障蛊投在水源里，生反心者蛊毒自发，多省事呀！扩编重甲100万，建立沿海特种炮塔带，
将大庸打造成密不透风的铁刺猬。都闭嘴！当用重罚，违逆先生者，凌迟处死，诛灭师祖。天下都统一了，你们怎么还在卷啊？绝对不能让这群杀戮机器继续生长下去了，必须用老祖宗的枷锁锁住他们。都给朕安静！你们6人助为师，平定天下，打天下易，治天下难。凡尘的武力与杀戮终究是下乘，真正的盛世大道在于制衡与教化。教化！传朕旨意，自今日起，废除丞相独裁，设立内阁制，你们全部入阁，拜为大庸辅政大学士。但是内阁行事必须遵循6部互批全票通过的体律，兵部要出兵，必须户部批银子；户部要花钱，必须刑部核查账目；神武军要更新装备，必须太医院出具无毒证明。任何国家大事必须由你们共同签发内阁联合票议，只要有1人投反对票，提案作废。至于老三，你立刻滚回自己家。凭什么？我还想学，我还能学，我绝对不回去。先生，这若是意见不合，岂不是什么事都干不成了？怎么会干不成呢？你们是同门师兄弟，血浓于水，自然要坐下来以理服人啊。为了让你们更好的以理服人，为师给你们布置结业大考。你们各自的绝学，从今日起必须全部著书立说，每人写一部不少于10万字的治世大典。写完之后，你们要互相批阅，互相找茬，互相答辩，谁书里的错别字多，谁的理论有漏洞，谁的方案不合国情，收拾东西，永远滚出朝堂。抗议无效，大一统的盛世不需要只会砍人的莽夫，需要的是理论家。去吧，朕在内阁给你们专门腾出了一间文渊阁，里面准备了10万张宣纸，不把这大庸的100年大计和100万字巨著辩论清楚，谁也不许去前线打仗，谁也不许去搞什么暗杀。爽啊！这才是穿越者该过的退休生活。陛下，几位大学士又打起来了。哦，今天又是因为什么？林丞相今年的商道税收预算被楚太医以长途运输过于劳累，影响马匹心理健康为由给否决了。林丞相气得当场心梗倒地，现在正拉着人给他做心肺复苏呢。打得好，打得妙，打吧，吵吧，只要他们不拿着刀枪去外面祸害百姓，就算把文渊阁拆了，朕也不管。老赵啊，吩咐御膳房把这鱼炖个浓汤。今晚朕要早点睡，明天早上朕要去文渊阁看看他们的大作，顺便给他们找找错别字，吓死这帮混账东西！你敢砸我！